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。回顾一下，封玉贵是聊城的贫困书生，南下逃荒归来时，在宜州乱葬岗病倒，梦中遇见李老翁和一女魏娘，老翁承诺将魏娘许配给他，要他等待李家三儿子前来主婚。1个月后，李家三儿子李明轩果然前来寻找父亲李洪都的墓地。当他们挖掘坟墓时，却意外发现了死去3年的薛魏娘，她竟然在坟中复活了。魏娘向他们述说了自己被拐卖、受辱、自尽的悲惨经历，以及死后在阴间如何得到李老翁保护的奇遇。上次我们讲到，魏娘从坟墓中苏醒，认出了李明轩就是李老翁口中的三哥，并道出了自己3年来在阴间的遭遇。3年来，他就这样在地下等待着素未谋面的封公子，等待着那个叫李明轩的三哥，等待着重回人间的机会。现在等待终于结束了，夜幕降临，魏娘的故事也讲完了。李明轩听得唏嘘不已，封玉贵更是心中感慨万千。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子竟然经历了如此的苦难。魏娘，李明轩握住她的手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，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想了。魏娘眼中含泪，点了点头。封玉贵看着她，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怜惜和情谊。风吹过乱葬岗，带走了过去的阴霾，也带来了新生的希望。第3章，地下妇女。李明轩把魏娘当作失散多年的妹妹，为父亲治丧时，也为她置办了一身素净的衣裳。魏娘也穿起校服，为李老翁守灵，就像真正的女儿一样。在这7天里，魏娘向他们讲述了更多地下世界的事情。那个世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宁，孤魂野鬼各有各的怨气，各有各的痛苦，聚在一起反而更加痛苦。尤其是魏娘这样年轻貌美的女鬼，更是容易成为欺凌的对象。刚死的头1年最难熬。魏娘轻声说道，眼中还有当时的恐惧。那些死了几十年的老鬼总说，新来的要守规矩，要听老人的话。他们抢我的地方，还想对我动手动脚。封玉贵听得拳头紧握。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李翁出现了。魏娘看向李老翁的灵位，眼中满是感激。他虽然也是鬼魂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其他鬼都很怕他。李明轩好奇道，父亲生前只是个商人，为什么在地下会有这样的威望？魏娘想了想，说，李翁说他在地下等了32年，从不害人，只是静静等待。久而久之，连阎王爷都知道了他的事迹，特许他在此守候。其他的孤魂野鬼见他得了这个靠山，自然不敢造次。封玉贵这才明白，李老翁不是普通的鬼魂，而是得到阴府认可的守墓之灵。那天夜里，李翁把那些欺负我的恶鬼赶走后，就把我带回了他的住处。魏娘继续说道，地下的世界也有房屋，也有日常起居，只是没有阳光，没有温暖。但李翁的小屋不一样，感觉很是温暖，还有柏枝的香味。那确实是魏娘3年来最安全的地方。李老翁待她如亲生女儿，教她在地下世界的生存之道，也给她讲阳间的故事，让她不要忘记做人的美好。孩子，李老翁总是这样对她说，你还年轻，不该在这里待一辈子。等我三儿子来了，我为你安排一个好归宿。起初魏娘并不相信，他是个死人，怎么可能重新回到人间？怎么可能再有正常的生活？但李老翁很坚持，人的命运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不是该死的人，只是一时走错了路。阎王爷心善，会给你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李老翁还告诉他，他选中的那个书生叫封玉贵，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他家虽然贫寒，但人品端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一颗纯善的心，不会嫌弃你的过去。李老翁总是很肯定地说，而且他命中注定要发达，将来你跟着他，不会吃苦。魏娘有些疑惑，李翁怎么知道他会发达？李老翁神秘地笑了，在地下待久了，
有些事情看得比较清楚。那孩子额头有文昌星照耀，将来必定金榜题名。就这样，魏娘在李老翁的照顾下度过了3年。这3年里，李老翁就像真正的父亲一样，关心她的衣食起居，还教她读书写字。女孩子家总要识几个字才好。李老翁说，将来到了阳间，不能让人看清了。最让魏娘感动的是，李老翁会在她想家的时候，用神通让她看到父亲薛银侯的近况。透过那朦胧的影像，她看到父亲因为失去她而日渐憔悴，母亲因为悲伤过度而早早离世。都是我不好，魏娘每次看到都要哭，如果我不贪玩去舅舅家，就不会有这些事了。傻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李老翁总是这样安慰她，命运这种东西，该来的挡不住，不该来的求不来。你父亲的苦难也会过去的，等你重新活过来，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李老翁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墓地边上走走，看看有没有他的儿子们来寻找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他对魏娘说，就是想亲眼看看他们长大后的模样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出息。虽然我这做父亲的没能看着他们成家立业，但至少要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。魏娘看出李老翁心中的孤寂，32年的等待对一个父亲来说该是多么漫长。他开始学着照顾这个老人，为他煮茶，为他整理衣物，陪他说话。李翁，有一天他问，如果您的儿子们都来了，您会不会就离开了？李老翁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，我在这里等了太久，已经习惯了，而且我还要看着你过好日子呢。一个人不容易，但有了家人就不一样了。就在复活的前一天，李老翁忽然变得很兴奋。魏娘，明天3儿子就要来了。他说，你准备准备，要回阳间了。魏娘有些紧张，我真的能活过来吗？当然能。李老翁笑得很慈祥，我已经为你求了3年的情，阎王爷终于同意了。不过回到阳间以后，你要好好做人，好好对待封公子，不能辜负他的一片真心。魏娘郑重地点着头说，魏娘记住了。李老翁又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，里面是一锭黄金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嫁妆。他说，这锭黄金一直留着没用，现在你要重新做人了，就当做是义父给女儿的陪嫁吧。魏娘接过黄金，眼中噙着泪水。那一夜，李老翁为她梳了一次头，给她穿上最好的衣裳，就像真正的父亲为女儿准备出嫁一样。孩子，他说，以后你就是李家的女儿了，如果封公子对你不好，你就告诉义父。魏娘哭着说，义父，魏娘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。傻孩子，一家人别说这种话。李老翁拍拍他的头，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二天，当李明轩的锄头触到草席的时候，魏娘真的醒了过来，就像李老翁说的那样，她重新活了过来。而李老翁则在完成了他的承诺后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等了32年，终于等到了儿子，也终于为他的义女安排好了归宿，再没有遗憾了。第4章，重回人间。李老翁的灵柩运回平阳那天，正值秋高气爽。魏娘坐在马车里，看着窗外陌生又熟悉的世界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阳光照在她脸上，暖洋洋的，和地下世界的阴冷完全不同。她伸出手，让阳光在手心里跳舞，就像3年前那个天真的女孩一样。但她已经不是那个女孩了，死亡改变了她，李老翁的关爱也改变了她。封玉贵在她身边关切地问道，魏娘，你还好吗？魏娘点点头，看着这个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，她的眼中有温柔，也有担忧，还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，或许是情，或许只是怜惜，但不管是什么，她都很感激。李明轩的家比她想象的要大。进了门，一个慈祥的老妇人迎了出来，那就是李母。李母拉着魏娘的手，这就是魏娘吗？眼中满是怜爱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
李母的手很温暖，就像当年自己母亲的手一样。魏娘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来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。李母说，我让人专门收拾了别院，清静一些，你可以好好休养。别院确实清雅，有竹子，有花圃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。魏娘站在廊下，看着池中的游鱼，忽然觉得自己真的重新活过来了。在李家的日子很平静，李母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两个哥哥也对她关怀备至。魏娘穿起孝服为李老翁守孝，每天都要到灵前上香，就像真正的女儿一样。你不必这样的。李明轩有一天对她说，父亲在地下已经很欣慰了。魏娘摇摇头，不，义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这是应该的。他是真心的。在地下那3年，李老翁给了他第2次生命，现在他能做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报答他。守孝期间，封玉贵常常来看他，他们会在花园里说话，谈论着未来，也谈论着过去。魏娘发现封玉贵比他想象的更加温柔体贴。有一天，封玉贵忽然问道，你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？魏娘愣了一下，为什么这样说？你是大家出身，而我只是个穷书生。虽然李翁说我将来会有出息，但现在的我……魏娘轻轻握住他的手，我已经死过1次了，还在乎这些吗？再说，我看重的不是你的家世，而是你的人品。李翁的眼光不会错的。封玉贵感动地看着他，心中对这个经历过生死的女子更加敬重。3个月后，李明轩对魏娘说，我想为你买一簇宅院，让你和封兄弟有个安身之所。正好有个姓冯的要卖房子，要价600两银子。李明轩看过后觉得合适，就约定了交钱的日子。那天清晨，魏娘从别院来李家看望李母。李母这些天有些不舒服，2个儿子都守在跟前。魏娘刚进门，就看见厅前有个中年男人在踱步。那人背对着他，但不知为什么，魏娘觉得那个背影很熟悉。她的心忽然开始狂跳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她问众道，厅前那人是谁？应该是卖房子的冯某吧。众道说着就要起身。等一下，魏娘拦住他，我觉得那人有些像当年的一个故人，你去问问他的底细。众道有些惊讶，但还是点头答应。谁知道众道刚出去，看见那人脸色异常苍白，匆匆说了句改日再来，就快步离开了，只剩下一个老先生在门口等候。这位是薛先生。众道回来说，冯某让他代为签约作保，不过那人走得很急，脸色也不太好看，说是临时想起有急事要处理。魏娘听到薛这个姓氏，心中又是一跳。她透过屏风偷偷观察那个老先生，越看越觉得眼熟。当她看清楚那人的侧脸时，差点喊出声来。那是他的父亲，薛银侯。3年不见，父亲苍老了许多，头发也白了大半，但那熟悉的眉眼，她一眼就能认出。魏娘再也忍不住了，从屏风后冲了出来，扑向父亲，大喊：爹，爹！当魏娘认出父亲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巧合都指向一个不可思议的真相。3年的阴阳两隔即将结束，薛银侯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天意？而那个仓皇而逃的冯某又是谁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薛魏娘下集与你再相见。